大家好，我是惯心智者的老崔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。老话讲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可我活了60来年，越来越觉得这话说的不全对。什么叫不测？什么叫旦夕？其实老祖宗早就把天地运行的规律看明白了，只不过很多人不懂，或者懂了也不当回事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最近这几年世界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？以前那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怎么一个接一个就倒下去了？过去你觉得很稳固、雷打不动的关系和事业，怎么一件一件都开始动摇了？甚至你跟身边很多人的关系，怎么说断就断了？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偶然，是运气不好。可我跟您说句实在话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天地规律。一场几千年一遇的大洗牌已经悄悄开始了。而这场大洗牌最关键的时间节点，就指向了2026年。易经里面讲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咱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关口。这个变局变得好，那就是脱胎换骨，否极泰来；变得不好，那就是大浪淘沙，优胜劣汰。关键就看你懂不懂这里头的门道，会不会趋吉避凶。今天我就掏心窝子跟各位聊一聊，2026年前后到底有什么玄机，哪些地方千万不能去，咱们普通人又该怎么安稳度过。您要是新朋友，先点个关注，免得下次找不着。老朋友呢，帮我点个赞，咱们接着往下聊。在讲那几个不能去的地方之前，我得先跟您说清楚，为什么2026年这么特殊。老祖宗有一套非常厉害的时间框架，叫做3元9运。简单讲，就是把180年分成上中下3个元，每个元60年，又分成3个运，一个运管20年。这就像一张宇宙的节目单，提前就把不同时代的能量主题给写好了。咱们刚刚走完的2004年到2023年叫8运，对应易经里的艮卦，五行属土。土的特性是什么？稳固、厚重、积累。所以过去那20年，全世界的主题都跟土有关。大家拼命盖房子，房地产成了最硬的通货。那时候，大家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上面？建立在一份安稳的工作，一套自己的房子上。但是，运程像流水，总有流走的一天。从2024年开始，咱们已经一脚踏进了下一个20年，叫9运。这个运是离卦当家，五行属火。您想想看，从那个厚重稳定的土，一下子切换到这个躁动虚幻的火，这个变化有多剧烈？就像地球上2块巨大的板块发生碰撞一样。土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是实的。而火呢，光鲜亮丽，很吸引眼球，但它非常不稳定，一阵风吹来，火势就变了。它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是虚的。燃烧的时候灿烂辉煌，烧完了就只剩一把灰。而2026年呢，恰好是丙午年，天干是丙火，地支是午火。您看，天上一把火，地下一把火，双火叠加，这就像火上浇油一样。这将是咱们刚刚踏进的这个离火大运里头火力最旺的巅峰时刻。我给您讲个真事儿，我有个老朋友姓周，以前在南方做建材生意。
八运那20年，他赶上了房地产的好时候，挣了不少钱。2023年的时候，我就提醒他说：“老周啊，运势要变了，土运转火运，你这个行当恐怕要不好做了，你得早点转型，往文化传媒、新能源这些火属性的行业靠一靠。”他当时不信，说我这生意做了快20年了，根基稳得很，怎么可能说垮就垮？结果呢，2024年刚过完年，他的几个大客户接连出了问题，有的房企爆雷了，欠他几百万的货款收不回来；有的工程停工了，他囤的那些建材全砸在手里。短短半年时间，他从一个身家千万的老板变成了负债累累的人。后来他找到我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老崔啊，我现在才信你说的话，这运势一变，真的是挡都挡不住。”我问他：“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想东山再起，再搏一把。”我说：“你先别急，2026年那个坎还没到呢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往前冲，而是往后退，把身段放低，把心态放平，先把这几年熬过去再说。您看，这就是不懂天机的代价。老祖宗早就把规律告诉咱们了，可很多人就是不信，非要等到吃了亏才后悔。易经里面有句话叫君子见己而作，不其终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聪明人看到一点苗头就赶紧行动，不会等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2026年那把大火还没真正烧起来，现在冒出来的这些不过是火星子，等到丙午年双火齐烧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好，道理讲明白了，咱们来说说正题。2026年前后有4个地方你千万别去，这不是我吓唬您，这是老祖宗趋吉避凶的大智慧。咱们先说这第一个地方，人群高度密集的场所，像大型商场、热门景点、演唱会现场、跨年活动这些地方，在火星能量的影响下，这些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焦躁情绪放大器。每个人心里一点点的烦躁凑在一起，很快就会升级。我年轻时候有个战友，姓刘，为人挺好的，就是爱凑热闹。有一年元旦，他非要去市中心看跨年灯光秀，人山人海的，挤得水泄不通。结果就因为踩了旁边一个人的脚，对方喝了点酒，上来就是一拳，2个人扭打起来，我这战友被打断了2根肋骨，在医院躺了3个月。后来他跟我说：“老崔，我这辈子都想不通，怎么就因为踩了一脚就挨了这么一顿打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懂，那种场合人多气杂，每个人的情绪都绑在一起，你踩的那一脚不过是个导火索，真正让那人发火的是他心里早就积攒的那股燥气。火旺的年份，这种事会更多，人容易冲动，容易发火，容易失控。你去那种人挤人的地方，就等于把自己扔进了一个火药桶里。老话讲，惹不起躲得起。既然知道那种地方火气重，你还非要往里凑，那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尤其是2026年前后，我建议您啊，能不去的就别去，实在要去也要挑人少的时候，别在节假日往人堆里扎。保护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咱们再说这第2个地方，气场阴沉的废弃场所，像废弃的医院、古战场遗址、荒废的工厂、无人的旧宅，
这些地方阴湿的气重，跟那股燥热的阳火一碰撞，就像冰碰到火。人在那种环境里待久了，心里很容易出问题。我认识一个搞摄影的小伙子，姓陈，特别喜欢去那些废弃的地方拍照，说是有感觉，能出大片。有一回他去了一个荒废多年的老厂房，拍了一下午，回来之后就开始做噩梦，连着好几天睡不好觉，白天也恍恍惚惚的。他媳妇吓坏了，拉着他去医院检查，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。后来找了个老中医看，那老中医一搭脉就说，你这是沾了晦气，阴阳失调了。问他最近去过什么地方，小陈这才想起来那个废弃厂房。老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药，又嘱咐他在家静养，不要再去那种阴气重的地方。吃了1个月的药，又晒了1个月的太阳，小陈才慢慢好起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去那种地方了。您看，这种地方不是闹着玩的，尤其是火旺的年份，阴阳之气本来就不稳定，你再往那种阴气重的地方跑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老祖宗讲，阴阳要平衡，火旺的年份，阳气本来就躁动，你再往阴气重的地方跑，阴阳一冲突，最先遭殃的就是你的心神，轻的睡不好觉，做噩梦，重的精神恍惚，甚至抑郁，这个代价谁也付不起。咱们接着说这第3个地方，高风险的自然环境，没开发的野山、深水湖泊、悬崖峭壁这些地方，火旺的年份，人容易冲动，总想挑战极限，加上天候异常的事件会增加，这些地方的风险就变得非常大。我有个同事的儿子，姓李，20出头的小伙子，特别喜欢户外探险。前几年跟几个朋友去爬一座野山，说是要征服自然。出发之前，他爸还劝他，说天气预报说可能有雨，要不改天再去。小李不听，说好不容易约齐了人，哪能说改就改？结果走到半路遇上了山洪，差点把命丢在那儿。好在救援队及时赶到，才捡回一条命。事后，小李躺在病床上，跟他爸说，当时真的是鬼迷心窍了，明明天气预报说可能有雨，还非要去。他爸跟我说这事的时候，眼圈都红了。他说，老崔，你说这孩子怎么就那么犟呢？我说，不是孩子犟，是年轻人火气旺，容易冲动，加上那几年运势不稳，人的判断力也跟着下降。你说他明明知道可能有雨，还非要去，这不就是冲动吗？老祖宗讲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可在特殊的年份，这个不测会变得更多，更难预料。你非要去那些高风险的地方逞能，不是跟老天爷对着干嘛？尤其是2026年前后，火气最旺的时候，人的心特别容易躁，一躁就容易冒险，一冒险就容易出事。我劝您啊，那几年老老实实的，别去挑战什么极限，命是自己的，别拿命去赌。最后，咱们说说这第4个地方，是非争端多的场所，像法院门口、派出所，正在激烈吵架的地方。这些地方本来就是负能量集中的是非场，你靠近了，就很容易被卷进是非里去。我年轻时候在单位，有个同事老张，特别爱管闲事。有一回路上看到2个人吵架，他非要上去劝，结果两边都不领情，最后3个人扭打在一起，
老张还被打掉了一颗门牙。回来之后他还委屈呢，说我好心好意去劝架，怎么还挨打了？我说你这不是好心，你这是不懂规矩。人家两口子吵架，外人掺和什么？是非之地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你还往上凑。老话说得好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这话听着好像有点冷漠，但其实是保护自己的大智慧。你看那些爱管闲事的人，最后有几个落着好的？不是被误解，就是被连累，吃力不讨好。火旺的年份，人的脾气都大，戾气都重。你去那种是非场，就像往火堆里扔干柴，不烧你烧谁？我劝您啊，看到有人吵架，赶紧绑着走。看到那种是非多的地方，能躲多远躲多远，别觉得自己有正义感，非要去主持公道，保全自己才是最大的公道。好了，4个地方说完了。您可能会问，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安稳度过这几年呢？老话讲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易经里也说，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险不及矣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的德行不够，却坐高位；智慧小，却谋大局；力量弱，却担重任，很少有不招灾的。这不是命运不公，是能量失衡的必然结果。德是能量的承载力，你的德就像一个容器，福报就像是水，容器太小，水多了自然就漫出来。那些突然倒下的人，很多都是因为德行积累跟不上，这把离火一照，失衡状态就暴露了。我给您讲个故事。我老家有个人，姓孙，早年做生意发了财，但这人德行不好，挣钱的时候缺斤短两，坑蒙拐骗的事没少干。后来他儿子要结婚，他非要大操大办，在村里摆了3天的流水席，显摆自己有钱。结果呢，婚礼刚办完没多久，他就出事了。先是被人举报偷税漏税，罚了一大笔钱，接着又因为一笔生意纠纷吃了官司，赔得倾家荡产。不到2年时间，从一个村里的首富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穷光蛋。后来村里老人都说，这人是德不配位，老天爷收他的财呢。他挣的那些钱来路不正，他享受的那些福报跟他的德行不匹配。这把火一烧，虚假的东西就全露馅了。那咱们普通人该怎么办呢？说白了，就4个字：修心养德。第一，要管好自己的嘴。火旺的年份，人的脾气都大，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惹祸。少说多做，谨言慎行，对服务人员客气一点，对同事领导多份体谅。开车不加塞，排队不插队，说话不大声，做事要像走在薄冰上一样，这才是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。第二，要控制自己的欲望。火的特性是什么？向上、燥热、膨胀。火旺的年份，人容易贪心，容易冒进，容易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。这个时候你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心沉下来，把步子慢下来，宁可少赚点钱，也不要冒险。第三，要懂得放下和退让。火是往上烧的，人在火旺的时候也容易争强好胜，什么都想争个高低。可老祖宗讲，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你越是往上冲，摔下来的时候就越惨。该退的时候要退，
该让的时候要让，这不是软弱，这是智慧。易经有一卦叫乾卦，是64卦里唯一一个六爻皆吉的卦。为什么？因为谦虚、低调、不争。地山谦，山在地下，明明有高度却不显摆，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吃不了亏。第四，要善待身边的人。火旺的年份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变化得很快，以前能和气相处的人，现在可能一言不合就翻脸。在这种时候，你更要珍惜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，该感恩的感恩，该道歉的道歉，不要让小矛盾变成大裂痕。我常跟人说，人这辈子最后能陪在你身边的就那么几个人，父母、老伴、儿女，几个交心的朋友，这些人才是你真正的福报。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变，只要家里和睦，身边有人，你的日子就塌不了。好了，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。第一，2026年是丙午年，双火叠加，是离火大运里火力最旺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天地间的能量会特别躁动，很多失衡的东西会被这把火烧出来。第二，火旺的年份有4个地方尽量不要去：人群密集的场所，气场阴沉的废弃地，高风险的自然环境，是非争端多的地方。趋吉避凶，保护好自己。第三，普通人要想安稳度过，就要修心养德，管好嘴，控制欲望，懂得退让，善待身边的人。德行够了，福报自然就稳了。当然了，我讲这些不是宣扬什么封建迷信，老祖宗的这些智慧，说到底讲的是天人合一、顺势而为的道理。你跟着天地的节奏走，顺应自然的规律，日子就会越过越顺。你非要逆着来，跟天地对着干，那就别怪老天爷不给你面子。还有一点要记住，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就算流年不好，只要你的心是正的，德行是厚的，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伤不到你。火能烧掉虚假的东西，也能锻造真金，关键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材质。老话说得好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老天爷不会偏向任何人，但他会眷顾那些心存善念、积德行善的人。这场大变局，与其说是清算，不如说是筛选。他淘汰的是那些德不配位的人，留下的是那些真正有底蕴的人。人这一辈子，活的就是一个心安理得，你问心无愧了，走到哪里都踏实。你亏心事做多了，就算一时风光，早晚也要还回去。这个道理，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。世界很奇妙，你笑它就笑。人这一生本就是来这世上做客的，我们应该客客气气的待人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有家可回，有人常伴，有心可安。任凭春秋与冬夏，都是人生好时节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觉得有道理的朋友，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人看看。我是惯心智者的老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